我现在复读失败了，能在外地上公办本科，省内民本，但我视频看多了，不敢去离家太远的大学，我心里接受不了民办本科，怎么办呢？还有我现在心态很差，很怕未来，怎么调整啊？不敢去外省。京爷呀，妈呀！以前我跟你讲，我在上海上班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女同事，她是上海坐地户，然后我们经常关系也挺好的。有一天我就问他说：“你去过哪些地方旅游？”他说他从来没出过上海。我当时就是一脑子问号。然后我说：“那为啥？”他说：“哦，他也不是没去过上海，他去过苏州和杭州，最远了，去过苏州和杭州。”然后我说：“不去旅游吗？”他说：“去外地干嘛呀？外地都很危险。”我说：“何出此言呢？”然后他说：“这上海就是最好的地方，全中国最好的地方，去外地干嘛呀？外地都很危险。”他说他妈就这么跟他说的。你说不敢去外地，那可能说也很难共情吧。京爷说出这种话，我也不知道有害怕啥，我不好说，因为难以理解呀，真是难以理解。当时我还觉得他太装逼了。你看你北京孩子也有这种担忧，我不想去外地，害怕。我跟你说，这不是吹牛逼哈！我当时去上海工作的时候，也有好多人跟你说你们东北治安可乱了啊，东北天天打架。我当时想，这是不是歧视啊？后来我一琢磨，也确实好像东北有时候喝酒的时候经常容易街上打架，干啥的，然后斗殴啊，就小时候很多，尤其是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，治安是很乱。但是当时我身处那个环境，我自己不知道，因为我那时候是个小屁孩啊。是不是天天穿个大衣，戴个雷锋帽，拎个小水壶，拎个小饭盒，走着走着出去上学去了。然后街边看着打架的也不惊讶，晚上有喝酒聚众闹事的也不惊讶。后来我发现，好像是我现在有印象了，好像是以前经常打群架的，没打我。然后我就在那环境里生活着，我就没觉得怎么地呢。它有点像啥？有点像美国那个黑人街区，你要是个黑人，你在那溜达，你就没感觉。后来人家说你们东北人老打架，老爱打架，我想好像是这么回事，但是我确实小时候也没害怕过，从来没害怕过，因为感觉跟我没关系啊。那后来我一想，是不是人家可能什么缅甸人呐、柬埔寨人呐，天天过那种生活，也跟老百姓没关系，有什么犯罪跟老百姓没关系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危险的环境中啊。那可能京爷他可能说去了外省，去了外地，说这地方穷啊，这地方破呀，这个背井离乡了呀，我太苦了。说还真有道理。我在深圳，我见过很多这个全国各地的人。我在深圳，我没有认识上海人，一个都没有，0个。北京的我也不认识，0个。北京户口的倒是挺多啊，香港户口的也有，但是北京人我在深圳一个不认识，真有这道理啊。他确实他没必要离开深圳，离开北京，真有点道理。你们认不认识在深圳认不认识北京人？我一个都不认识，还真是一个不认识。主治不相在说理解错了，我的意思是我心态问题，恋家不是担心外地治安，求建议2选1啊。恋家也得离开家呀，那早有长大的一天呢。你要跟你女朋友约会的时候，你俩来激情了，在客厅里抱着啃是吧？你爹你妈在旁边坐着看吗？早晚得自己独立生活一段时间的。就是你离开家，反而你会对家的理解更加深刻。人早晚要长大的，你这个东西不行，你爸你妈退休了还可以去陪读嘛，去外地念吧。念个公办本科，省得念个民办本，一年交8万10万学费，毕业了让人笑话啊！念个海跑大学。峰哥能给个穷哥们稳吗？什么玩意儿稳不稳呢？俯瞰 B 站峰哥，他们连北京2环都不想出去，认为2环外不是北京首都，那不是，那叫胡同串子。2环以内啊，那是什么4、9成的不一样，现在没那么严重。你还知道海跑呢？那我怎么咋不知道呢？我在北京正经住过很长时间。土豆子榴莲，峰哥，我在网上看到一群买远大新和老破小的人互相瞧不起，吵得不可开交。我说句公道话，我说他们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人，还在互相对方身上找优越感，本质上都是买不起大房子钱包不够的人，结果被群起攻之。峰哥，你觉得我说对吗？他们就是接受不了现实。
因为每个人去说的时候都是站在自己的出发点，就像我之前聊过一个什么问题呢，就是觉得是最逗的，哎呀，我不说这话题了，我觉得这话题比较敏感。但是有些人他看重的是上班，是吧？他说我一定要住市区，我要住市区里的老破小，我上班近，省了交通时间，然后包括我孩子上学区房，但是买那种郊区的啊大房子的，人家可能没孩子，两口子什么艺术家啊，或者两口子做的工作就是比较自由职业，不用去室内上班，所以都觉得自己聪明，觉得对方傻，完全忽略了彼此的需求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人住什么房子，它是需求决定的。当然，住大房子住哪儿都好啊，但是你说我要上班啊，是不是？我要通勤呐，我肯定住市里的小的了呀。这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。你这种事儿吵来吵去，那就是非常无稽之谈啊，无稽之谈，没有意义。你不要参与这种争吵。徐静宇是艺术家，对呀，徐静宇一猫一狗，他也不用考虑孩子上哪个学区房。徐静宇就住哪儿我不说啊，我说的话泄露个人隐私了。但据说是马上快到铁岭了吧？不知道说沈阳哪个位置，应该离铁岭也不远了。住棋盘山呐，有知道咱就不说了啊，别泄露人隐私。苏家屯，对，反正是挺偏了。那他不进城啊？他进城干啥呀？我跟你讲，现在有的时候我去很多小城市，我觉得很多小城市生活很幸福的。就上次我去泸州嘛，我去了一个那健身房，一进去啊，我靠，自助的，一下午都没人，是吧？喝的也是瑞幸咖啡，15一杯，14一杯，然后健身房还比深圳便宜，居住条件也好。你说穿的衣服，大家穿的衣服，扎拉、优衣库、耐克、阿迪达斯，翻来覆去这些品牌，吃的那个东西吧，就是什么泰二酸菜鱼，是不是？全国都是西北菜啊，什么9毛9大骨头啊，什么这什么湖南小炒肉啊，全国人吃的都是这些玩意儿。逛的是万达广场啊，万达金街，什么，全国都一样了，现在没区别。老乡鸡也有老乡鸡。峰哥，你如何评价国内电影票房大跌，在映电影均低于预期？你觉得怎么才能回到几年前巅峰动态，动辄几十亿票房呢？可否走个面刷3次抓疼？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说玩手机玩疯了，这不是说没钱消费，有钱消费，就是它不重要了。都说韩国全民炒股啊，全民这个疯狂了啊，确实是，我觉得中国也有这趋势了。因为实话实说，电影票房它不能靠一些2、3线城市来撑，2、3线城市将将回本，票价卖不上去，还得1线城市人口多的这千万的城市，年轻人都去看，才能撑起这个票房。但是恰恰这个群体现在都在疯狂炒股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不看电影啊，不咋看呢，手机就看就完事儿了呗。那不还是没钱？不是没钱，钱在股票里呢。不说了吗？吃喝玩乐都是赔，唯有炒股有来回。峰哥，我大一喜欢一个在备考考公的大3女生，比我大3岁，我怕来不及成长，她就结婚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那是好上就完事儿了呗，好上以后再说以后的，好一段时间也行啊。谁谈恋爱一下子就定终身了呀？他以后结婚也结婚呗，那就是祝福呗，那不成前女友了吗？追，勇敢的追啊！